春田这小破镇人多城小，公路拦，每到早晚高峰时都会出现大堵车。负责疏通车流的警察们在路边撸猫耍狗，玩得不亦乐乎。春田小学的轿车只能长叹一声，停下来让学生们上自习。马仔闲得无聊，发现丽莎在听播客，他抢过来一听，发现播客主持人居然在采访他的偶像小丑阿壳。阿壳自我爆料说他有派恐惧症，所以为了节目效果，他的团队会提前制作假派，在他上台表演时扔上去。那些假派其实是蛋糕伪造的，他不怕外面硬，只怕里面软呢。播客主持人打好预防针后，向阿壳问起了他从未跟人提过不为人知的隐秘过去，关键词只有3个字：太空沙。阿壳长叹一声，是的，他曾经拍过电影，而且红极一时，但最终折在了那部电影上，几乎耗尽了灵魂。那是在好莱坞的黄金时代，上世纪80年代末，高概念电影正在盛行，什么忍者修女、灌篮企鹅、空手道士律师、教皇一个半、流浪汉贝斯手等等，只要将人们平时常见的影视元素用反常理的方式结合在一起，标题里也放几个怪词儿，好比现在的震惊、男默女泪之类的，只要足够吸睛，就能顺利吸睛。说白了，当时的人们想看的不是高雅艺术，而是噱头乐子。所谓点笑即乐，崩麻赢，好像现在也一样哈。那时的导演会在影片里放一段饶舌来解释剧情，拍都拍不明白，还需要解说。但就是这种工业垃圾，不仅大赚特赚，票房拉满，甚至能上首映杂志的封面，可谓名利双收，把人笑麻了。当时阿壳还是演员，还没当电影小丑，他出演了当红动作男人喜剧《好警察、狗警察》，他扮演了一个被谋杀的警察，投胎做了他搭档的宠物狗，毁坏了5辆警车、100架直升飞机，导致市长夫人得了阴湿，因此狗警察被停职1个月。搭档为了帮他复职，和狗警察一起私下查案，最终逮住了谋杀他的人，破了一桩毒品走私大案。从此狗警察人见人爱，花见花开，大家都说汪汪队立大功。您还真别说，这剧情还有点意思嘿。靠扮演狗出名的阿壳成了上流社会的红人，大家抢着跟他做生意，还调侃阿壳说，嘿，你这摘了头套还真认不出来。之前压根看不起阿壳的一线大咖名流们，天天请他一起吃大虾子。当然了，制片方最想要的是续集。阿壳签约的制片方的营业理念是，没有艺术能完整的从他家出来。经纪人告诉阿壳，公司正在筹备拍摄第2部《好警察、狗警察2之黄金枪手队》，剧本是特里兄弟上厕所时赶出来的，原汁原味，非常的棒棒。大导演也蓄势待发，只等阿壳一点头，他就带着剧组开工。已经功成名就的阿壳这时耍起了大牌，认为自己不是，起码不再是为了赚点快钱什么烂续集都接的演员。大家反问，难道你不是吗？阿壳深感受辱，他掏出了自己打算拍摄的下一部电影，经典科幻小说《太空沙》。经纪人和编剧都看懵了，说大哥你疯了，挑什么不好，偏偏挑这种冷门中的冷门，小众中的小众。这是史上最没有办法搬上大荧幕的书了。他曾经让库布里克自闭，让科波拉变成酒鬼，4位一流编剧曾经试图合作将其改编成剧本，结果都以失败告终。跟这本书比起来，现在市面上那些所谓的高概念电影都是地理。阿壳就是一头倔牛，别人越劝他越起劲儿。虽然他到现在也没把这本书看完，但他觉得别人搞不定的，才最能显示他的不凡。星辰间有一道光在闪耀，他穿过一个个灵魂，将宇宙中的人连接。阿壳郑重发誓，在公司同意拍摄这部电影前，他绝不会再去扮狗了。编剧们被阿壳说动了，觉得不能再拒绝挑战。经纪人拗不过阿壳，只能长叹一声，勉强答应。面对这种想搞面子工程、提升逼格的搞笑艺人，经纪人也不是没有办法。他打算花白菜价拍一部粗制滥造的烂片，既能逗阿壳开心，堵住他的嘴。编剧建议他去墨西哥拍摄，雇佣一个过气导演，再找一群无名小卒演其他角色，成本几乎等于0。等这部精心炮制的烂片上映，被观众喷烂怕烂，阿壳自然会夹着尾巴灰溜溜滚回来，戴上头套，粘上狗毛，继续在荧幕上表演喝马桶水。太空沙项目批准后，剧组雇佣了他们能找到的最没有能力的一批人，其中就包括一对刚刚坠入爱河的情侣。他乐观向上，一头蓝发，回头率拉满，而他比日后要瘦一点点。他们的职位是巨务，工资低，活又多。但马吉和红墨觉得他们的一整个夏季都在墨西哥一边工作一边度假，实在太棒了。墨西哥是个养人的地方，饿了吃土，渴了喝风，在这里拍一个夏天的电影，就是再烂的烂片也能把人累脱一层皮。阿壳为了拍这部电影还是做过不少功课的，但那过气导演第1场戏就用实力证明了他为什么会过气。书里明明说主角流落的沙丘是铁锈大战后人类文明留存下来的血色沙丘，导演觉得把沙子染红太费事儿，就让马吉、红墨等巨物在周围随便挖了一堆沙子过来用。阿壳跟他抠原著细节，导演说科幻题材不就那么些老套玩意儿，谁在乎？还不如多拍几场打戏，找个漂亮的女主演，好好拍拍激情戏。阿壳当场把导演踢出了剧组，因为这部片子的大部分投资都是他自己出的。大伙儿都懵了，导演都没了，这电影还怎么拍？阿壳说不要慌，听说过北野武没有？我阿壳人称小北野武，今天我就自导自演，是要拍一部能在影史留名的好电影。马吉当时就觉得阿壳好酷，觉得自己在见证一位鬼才导演的诞生。但他随后见阿壳空有一腔热情，却对导演的工作一窍不通，所有人都憋了一肚子问题，等着他来解决。
他却在压力面前当了鸵鸟，一路念叨着不听往满念经。马季于是挺身而出，毛遂自荐去当导演的贴身助理。在马季的心理辅导下，阿可渐渐开始摸清拍电影的门路，从每一个小决定开始做好。但他又有给点阳光就灿烂，一得意就忘形的矛盾，在极度自卑和过度膨胀之前反复横跳。马季只好尽力疏导他。阿可导演不满意演员的表现时，就会破口大骂这些三流演员本来就是来混工资的，态度都不当真。导演一提要求，他们就让他滚。马季助理只能在中间周旋调解，两头疏导，两头受气。这部电影说是阿可在拍，其实多半都是马季的功劳。这时候马季就表现出了他的抗压天赋，不然结婚后照顾3个熊孩子，换个心理素质差的早跑。红墨天天干剧务，都是重体力活，整个人又瘦了一圈。两人半夜里下班聚在一起，红墨埋怨道：“咱们不是说好来这办工作办旅游吗？结果现在见面的机会都很少。”马季解释说，阿可的压力太大了，他现在把导演减压快乐麻从早抽到晚。马季和红墨摸黑亲热了一番，阿可又用传呼机呼叫他，马季直接理都不理。第二天通宵没睡的阿可直接来找马季问罪，说：“你现在应该以我的工作为准，别管你那个草包男朋友了，我需要你，我不要你的人，只要你当好我的全职保姆，照顾好我那颗快被压力冲爆的巨婴之心。”马季表示，电影和男朋友我全都要。阿可劝不动他，就开始在红墨身上打歪主意。他开始故意给红墨安排全剧组最危险的工作，一心想着早点累垮红墨，或者让他出意外去世。他身为好莱坞导演，拍电影不小心弄死了几个人，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了。这些剧务群演签了霸王合同，等同于卖身契、生死状，本来就是耗材。几番差点死掉的红墨告诉马季，导演明显在针对他，他想折磨死我。马季一心沉迷于工作，还没反应过来，红墨就被命令一个人不带任何水和食物去沙漠深处抓一只蜥蜴。而且这时候沙尘暴正在袭来，在极端恶劣的天气下，沙漠里能见度很差。红墨从小悬崖上摔下去，一时迷离之际，恍惚看到了他未来的孩子们。华仔和丽莎不停地给红墨打气，说：“死胖子，你再不努力爬起来，以后可就没有我们了哦。”红墨一听，言之有理，为了未来的孩子们，他怎么着也得活下去。红墨刚开始网野求生，就遇到了本地墨西哥佬，他们绑架老墨来勒索剧组。阿可这边刚拍完电影，一听说红墨被绑架，舍不得掏钱，剧组成员们却都很仗义，认为不能抛弃红墨，于是大家逼着导演去救人。剧组没有武器，大家就用那些科幻道具。这帮人一冲进荒野客栈，就把墨西哥佬们吓尿了。我去，美国人的武器太先进了，一样都没见过。剧组人多势众，科幻武器又打击了绑匪的士气，但即使这样，双方也只是暂时达成平手。马基急忙冲进来喊停火，说他们没有那么多钱，但有新鲜出炉的好莱坞大电影，各位绑匪大哥，一人来一盘呗。绑匪们答应了，把这部电影卖去米兰影展，结果根本没人买，绑匪们直呼上当了，美国电影竟然是一坨狗屎。他们只好拿回墨西哥，给老乡们看个乐。没想到阿可费尽心思拍摄的高逼格科幻片，成功把墨西哥老乡们看乐了。处女座小获成功的阿可发出了悲愤的呐喊：“我拍的不是喜剧，是你们看不懂。”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这里是草泥影院，感谢观众朋友们的关注和支持，小士兵再见。